我是瓜皮儿。绿箭侠第1季前情提要：奥利弗发现老妈莫伊拉和幕后组织有着密切联系，并且知道当年沉船的真相，于是借助兜帽男的身份前去审问。最终因为心软被子弹击中，只能求助菲利西蒂帮忙。在这场紧张的抢救行动里，菲利西蒂知道了奥利弗的身份，并且暂时决定加入绿箭小队，想办法找到失踪的沃特。时隔几星期，奥利弗的身体恢复如初，地堡里突然多出了个妹子，让他有点放不开。每当他想去惩治名单上的人的时候，菲利西蒂都会暗中调查此人信息，通常会帮家有儿女的罪人求情，难免因为这个和奥利弗起冲突。奥利弗对他是束手无策。城中发生一起盗窃案，价格不菲的红宝石被绰号幕后者的盗贼窃取。幕后者常用手段是在人脖子上安装定时炸弹，强迫他人为自己效力。隔天，奥利弗主动找到菲利西蒂，为昨晚的发脾气道歉。三人顺带就看到了盗窃案的新闻。既然菲利西蒂心地善良，奥利弗就打算抓住这个罪犯当赔礼了。自从伯爵被抓捕之后，麦肯纳便升了职，现在进化成了一名刑警，而他刚好负责幕后者的案子。菲利西蒂计划着让奥利弗和麦肯纳调情，从中找到时机安装一下窃听芯片，这样警方的情报他们能第一时间了解。趁着午休，奥利弗赶往警局，和麦肯纳也是老相好了，明人也不说暗话，直接约了一波晚餐，顺便悄悄放好了窃听芯片，就等警方这边来情报。幕后者的销赃并不顺利，碰上个想要黑吃黑的买家，手中的电疗棒已经饥渴难耐了，买家也被当场击毙。这消息迅速传到麦肯纳的手机上，菲利西蒂调查了一下死者，立马推断幕后者还会继续找下家出售宝石，找到销赃犯就能抓捕幕后者。在此之前，奥利弗还要去赴约，只要是跟他独处的人都习惯性的问一下这5年的经历，麦肯纳也不例外。这些故事奥利弗不想跟任何人谈，尴尬的场面被一通电话挽救。幕后者又开始行动了，销赃过程中被麦肯纳带人包围，兜帽男也在第一时间赶到，可还是被幕后者趁乱逃走。奥利弗这次准备布一个局，让幕后者自投罗网。幕后者盗窃过的所有东西都是西班牙不详10年间的文物，婚姻集团财大气粗，奥利弗家里恰好就这么一件，并且当晚举办了慈善拍卖晚宴。奥利弗跟迪哥西装革履，菲利西蒂套裙翩翩，行走在人群中，依靠定位寻找幕后者。三人刚刚分头行动不久，手机上的定位就出现在了菲利西蒂几米远处。菲利西蒂低估了幕后者的手段，脖子上的炸弹随时可能被引爆，拆解太不现实了。唯一的办法就是拿到遥控器。迪哥留下来照顾菲利西蒂，奥利弗在路边抢了台摩托车，就追上了幕后者。菲利西蒂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黑进了警方的监控，最终协助奥利弗追上了幕后者，一记手里剑逼停汽车。幕后者企图用遥控器威胁奥利弗，奥利弗又是一记手里剑，直接挑了幕后者的手筋，淡定拿过遥控器解除了炸弹，将幕后者送进了监狱，还重新和麦肯纳约了会。结果昆汀突然冒出来，邀请麦肯纳加入自己的特别行动小组，尽全力调查兜帽男。而夏这头还跟着 Laura 做社区服务，刚解决了一顿简单的早餐，身穿红色兜帽的小偷直接爬走了夏的包。2个女孩奋力追赶，终于跟上了小偷，却没想到人家会轻功啊，一个鹞子翻身逃脱了追击，只留下了挂在铁栅栏上的铁链。西亚在网上搜了很久才找到铁链的出处，挨个询问卖家有没有人购买过这个东西。西亚也算是律师所的一个小实习生，卖家很快给出了一个名字，罗伊。没几天，昆汀就抓住了男孩。从小妈妈就告诉他，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，加上妈妈之前染上了迷魂，偷东西也是生活所迫。西亚现在的处境就是拜迷魂所赐，心一软求昆汀放了他。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这小偷太帅了。当晚，西亚顺着警方的地址找到了罗伊，想给他提供一点生活上的帮助，顺便要回了自己的包。罗伊出生在贫民区，西亚则是星城1线富二代，根本不知道贫民区的混乱。罗伊警告他远离贫民区，并且表示自己在警局说的都是谎话。另一边，莫伊拉约见了组织里的一个朋友，若不是无能为力，莫伊拉肯定不会让他帮忙。男人是组织仅剩不多，心底还存有一丝善良的人，有被蝙蝠侠绑架的经验，他根本不虚马尔科姆，冒着生命危险给了莫伊拉一个联络人。这个人正是3合会头目钱纳威。为了还人情，他决定出手帮莫伊拉除掉马尔科姆。时间一天天过去，兜帽男依旧在城市中寻找名单上的人。名单上的人并不都是弱鸡，有些人还是可以还你下手的。等麦肯纳赶到后，只剩一具尸体，划掉了巴雷拉的名字。
奥利弗让费利西蒂查一下他手机里的资料，此人专门替人消灾，他这趟来星城肯定是有指定目标的。在此之前，奥利弗又得去约个会，这次是他和汤米两对情侣间的见面。赶上汤米今天过生日，酒杯刚碰响，门口就传来了敲门声。马尔科姆专程过来找儿子的，送上了一份简单的礼物，当然还有其他事。马尔科姆被星城政府提名，要为他颁发年度人道主义奖。马尔科姆希望儿子能参加颁奖典礼，这对他极为重要。现在的汤米极度讨厌父亲，果断拒绝了邀请。当然，这一场颁奖典礼也将成为钱纳威下手的最佳时机。为了行动顺利，他特意请死亡射手出马，以确保万无一失。而菲利西蒂也查出了手机上的部分资料。最后一次通话来自玉龙餐厅，奥利弗叫上好兄弟汤米一起到玉龙餐厅尝尝中国川菜，也算是弥补一下昨天不美好的生日聚会。经历了这么多，奥利弗最大的感悟就是家人有多重要。他希望汤米能暂时放下恩怨，尝试去接受马尔科姆。这对汤米来说并不简单。在马尔科姆失踪的那些日子，是奥利弗的父亲让他体验了童年。有时候他甚至希望自己能出生在奥利弗的家庭中。哥俩谈话间，一个5大3粗的男人走进了后厨。奥利弗假装上厕所，顺便打倒了男人。从老板口中问出了暗杀计划就在明天，具体目标他们并不知情。奥利弗把线索告诉了昆汀，人命关天，他们没工夫内斗。颁奖典礼越来越近，钱纳威这边集结了所有杀手，由死射劳顿带队行刺马尔科姆。所有人的心情都紧张了起来，最担心的莫过于一切的主导者莫伊拉。颁奖典礼准时举行，汤米最终是放下恩怨，赶来陪伴父亲。台下已经安插了数十名刺客，奥利弗这会儿正闲得蛋疼。费利西蒂立马传来喜讯，手机已经被破译了，目标是汤米的父亲马尔科姆。为了确保好兄弟不会受伤，奥利弗只能亲自保护马尔科姆。马尔科姆这边正在进行励志演讲，说到汤米母亲出事那晚有些哽咽，他发誓要保护这座城市，保护自己的家人。台下的汤米都被感动了。演讲刚刚结束，钱纳威的人就行动了，所有保安被瞬间干掉。马尔科姆不顾自身安危奔向了儿子，拉着他开始往楼上跑。现在整栋大楼布满杀手，楼外还有死射架局。就在此时，兜帽男突然杀出，给马尔科姆父子争取了逃跑时间。马尔科姆赶紧带着儿子冲进了安全屋，途中干掉了所有打路者。父亲的手段和冷血让汤米很陌生。马尔科姆正准备换装黑剑，被死射一发榴弹强行打断，接连几枪直击心脏，纵使有防弹衣也顶不住啊！时隔5年，奥利弗再次跟钱纳威对决，现在已经可以全面碾压他。眼看警方已经到位，奥利弗只能利用烟雾弹逃脱。等他赶到安全屋后，发现马尔科姆已经重伤，死射惯用的子弹有箭毒，若不及时治疗，必死无疑。现在拿药飞草药已经来不及了，唯一的办法就是输血。新鲜血液的流通能让马尔科姆坚持到医院，这必须要汤米亲自输血。可他不相信兜帽男，没办法，奥利弗只能摘下帽子露出真容，是汤米一辈子最相信的人。哥俩顾不上那么多，开始紧急抢救，最终让马尔科姆死里逃生。而汤米对警方隐瞒了奥利弗的身份，老对手死射重出江湖，这对奥利弗没有任何影响，可对迪哥却是晴天霹雳。毕竟自己的亲生兄弟死在了他的手里。马尔科姆慢慢有了意识，他立马通知莫伊拉，组织中出了叛徒，不管是谁，务必把他揪出来。而汤米根本接受不了好兄弟是兜帽男的事实，他并不是因为奥利弗杀人才生气，而气愤的是奥利弗不告诉自己真相，甚至打算一辈子隐瞒下去。几天之后，一个熟悉的面孔出现在星城。海伦娜为了找父亲复仇，让星城多了几具无名尸体，而奥利弗终于把低堡楼上的夜店开了起来。开业典礼要好好筹备一下。西亚这边还是做社区服务，在贫民窟偶遇了罗伊，为了让他步入正轨，特意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，去奥利弗的夜店打工赚钱。哥哥不会在意罗伊的前科，结果奥利弗刚一回家，就看到沙发上坐着一个熟悉的女人。海伦娜这几个月游湖四海，增长经验，这次回来必须要干掉父亲，而他需要奥利弗的帮助。弗兰克已经跟司法部门达成协议，协助他们扳倒其他势力，而自己将会得到新的身份生活。奥利弗自然不会答应合作，海伦娜只能搞点别的幺蛾子，强迫他答应。夜店的开业典礼盛大召开，老妈莫伊拉亲自赶来帮儿子捧场，可汤米就没那么顺心了。自从发现奥利弗的身份之后，哥俩再也没有谈过心。很快西亚就发现不对劲儿，罗伊竟然没有来准时上班，而海伦娜直接盯上了汤米，用他的生命威胁奥利弗合作。奥利弗根本没办法对海伦娜下杀手。迪哥倒是说了句实话，如果海伦娜长成我这样，你早就把她杀了。
迪哥立场和以前一样，他认为海伦娜就是个杀人犯，根本不值得怜悯。菲利西蒂还没有走出大门，就被奥利弗赶了出去。所以问题来了，奥利弗杀过的人有没有身边的女人多呢？他们的计划很简单，直接伏击司法部的转移车辆，条件是只能干掉弗兰克，不能伤及无辜。两人分别去追2辆车，奥利弗这头是诱饵，里头根本没有人。而海伦娜更加倒霉，拦截的是一辆被特警武装的车辆，当场被昆汀逮捕。而海伦娜没有出卖奥利弗，这是警方提前布下的局，不但把海伦娜骗了，还把奥利弗骗了。同样都是奥利弗的女人，在审讯室就和麦肯纳碰出火花，警局瞬间大乱。奥利弗从中将海伦娜营救了出来，为了隐瞒身份，不得不这样做，还为她准备了新的身份和机票，劝她再也不要回来。完事之后，就找麦肯纳激情肉搏，哪知道海伦娜是一根筋，这次又挟持了费利西蒂，强行问出了关押弗兰克的真正地址。海伦娜一再触犯奥利弗的底线，这次奥利弗起了杀意。弗兰克这里已经横尸遍地，奥利弗及时阻止了海伦娜，可弗兰克早就趁机溜了。接到警报，麦肯纳也赶往了现场，而奥利弗则下达了最后通牒：如果海伦娜还在执迷不悟，自己将会亲手解决她。谁能想到海伦娜这几个月练就了一招空手接剑，看见奥利弗真的下了杀手，海伦娜心寒了，直接掏枪射中了刚刚赶到的麦肯纳，消失在了黑夜中。麦肯纳被及时送往了医院，没有大碍，但身体需要1年的时间恢复，他不能再当警察了。麦肯纳要搬到海滨城安心养伤，他不想拖累奥利弗，选择了分手。一连失去了2个前任，奥利弗有一丢丢难受。作为好兄弟的汤米主动站出来安慰他，让他知道情缘必死，基友长存。另一边，西亚找上了罗伊的家，质问他为何不准时上班。罗伊却说自己不接受富二代的施舍，随后赶走了西亚。西亚没走出多远，就碰上了贫民窟的混混，罗伊及时出现，化解了危机，可还是被刺了一刀。西亚赶紧把他送到了医院，连大夫都感叹这孩子英雄救美。西亚一下就爱上了这个大男孩，可罗伊害怕打针，为了让他冷静，西亚献上了一吻，顺利为2人开启了一条感情线。我是瓜皮儿，下期见。